大家好，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。9月份的机圈注定是热闹的，在苹果和华为之后，近日小米又官宣了一场。很多基友手上的 Redmi Note 12 Turbo 可能还没捂热，这边不讲武德的卢伟冰马上又要掏出全新的 Redmi Note 13 Pro 系列。众所周知，在目前的国产手机中 ，Redmi 的 Note 系列一直是被视作国民手机般的存在。从2014年那台799元的初代1000元大屏红米 Note 到现在，这个系列虽然随着时间的变化，价格也上涨了不少，但销量基本没拉过。截至上一次发布会，已经卖出了超过 3.2 亿台，很是夸张。今年恰逢红米创立的10周年，官方更是已经放话说，作为红米新10年首战的 Redmi Note 13 Pro 系列，将又会是同档位没有对手的存在。首先，买了 Note 12 Turbo 的基友，大可先不用担心被刺，大伙应该还有印象吧？从2021年的 Note 11系列开始，红米就玩起了1年2代，且主打不同方向的策略，具体为一代主打性能小金刚，一代主打体验小金刚。现在来到 Note 13 Pro， 其实应该算是 Note 12 Pro 系列的迭代，和 Note 12 Turbo 比则是同代但不同定义。包括从目前官方的预热及相关爆料来看， Redmi Note 13 Pro 系列的核心定位也是重点强化拍照和质感，但弱化性能。先说拍照，在上一代 Note 12探索版的时候，卢伟冰就率先在1000元机上搞了颗2亿像素的大底传感器，型号为三星 HPX。现在来到 Note 13 Pro 系列，又在保持2亿像素的基础上做了一点点小升级，换成了 HP3 探索版，还是1.4英寸的底，但这次融入了小米的高像素引擎全局驱动以及三星的深度学习算法。提到高像素的好处， Tiger 一直觉得搞无损变焦才是正确的方向。Redmi 终于也做了，基于 HP3 探索版搞了个单镜无损变焦的功能，4舍5入也算是有个小长焦了吧。当然，另外2颗就都是凑数的了，经典800万加200万。质感的话，上一代其实就做得不错了，这代主要还是升级屏幕，从 1080p OLED 换到了 1.5K。 到这里 Redmi 基本完成了 1.5K 屏的全线普及。形态方面，目前比较可信的说法是 Note 13 Pro 继续做窄边直屏，参考 Note 12 Turbo， 而超大杯 Note 13 Pro Plus 的话，则会是首款用上曲面屏的红米手机，据说还有屏幕指纹加入，来替代原来的侧边指纹。至于性能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，这代肯定是不能和 Note 12 Turbo 的骁龙7 Plus 进而相比较的。Redmi 前2天已经官宣 Note 13 Pro Plus 将首发搭载联发科的天玑7200 Ultra。 天玑7200此前已经发布过，大伙别看发哥这数字整得挺大的，其实性能其实也就是和骁龙 778G 这种一档的。 CPU 规格为2颗 2.85GHz 的 A715， 搭配6颗频率不明的 A510， 主要的亮点还是用上了台积电的第2代4纳米工艺，理论上它的能效会比前代更好。至于这个 Ultra 到底 Ultra 在哪，应该就是和之前小米 CV3 一样的路数，将小米影像大脑植入到芯片底层了。其他外围配置，从爆料来看， Note 13 Pro 和 Note 13都是67瓦快充加5120毫安时电池的组合， Pro Plus 则是升级成120瓦加5000毫安时。另外这次可能不会再做200瓦快充的探索版了。再划个重点， 1.5K 屏和2亿像素均为全系标配。Pro Plus 用2亿像素加 1.5K 屏 ，Tiger 其实不太意外，但要是全系都有的话，那确实就有点意思了。按照 Redmi Note 一贯的定价策略，如果 Pro 版还是卖一个1699起的价格，那性价比确实还是很到位的。话说回来，对于在座的年轻基友来说，或许看到这里还是会觉得性能更强的 Note 12 Turbo 更好，毕竟骁龙7 Plus Gen 2摆在那里，用个几年都不成问题。包括从这2年在互联网上的声量上来看，红米主打性能的几代，比如还有去年的 Note 11T 系列的，好像也都会比做体验的那代更受欢迎。但是从销量来看，情况可能却是完全相反的。最近几代红米都没有公布具体的销量， Tiger 这里就以小米商城的数据作为对比，因为小米商城的评价数也是包含线下米家的，所以基本可以反映线上加线下的综合情况。其中搭载天玑8100的 Note 11T Pro 系列，截至目前的评价数是106万加。 Tiger 以为那 Note 12 Pro 系列应该也会大差不差吧，结果一看傻眼了，这台已经破了205万。
包括再往前一代的 Note 11 Pro 系列，也卖的要比 Note 11T 更好，目前评价数达到了137万加。也就是说，相比起卷性能卷到飞起的性能小金刚，反而是被很多人吐槽性能不行的体验小金刚，其实才算是现在 Note 系列的核心产品线。或许相比起能在游戏里跑出很高的帧率，现在千元机的主要受众还是更偏爱一上手的感觉，以及随手拍的出片，性能啥的能满足日用就够了。包括前面说到的 Redmi Note 13 Pro Plus 将可能会是红米首款用上曲面屏的手机。基友们有没有发现，悄悄的千元机也都在开始流行做曲面屏了？拿其他家来举例，从去年到今年，市面上出现的千元曲面屏手机，就至少包括荣耀的 X40、X50、真我的10 Pro 系列、11 Pro 系列、OPPO 已经发布的 A1 Pro， 以及马上也要发布的 A2 Pro。特别是荣耀今年刚发的荣耀 X50 1.5K 曲面屏搭配行驶 Mate 的设计，只卖1399元的价格，一上市就卖爆了。据说还是今年卖的最好的国产手机之一。依泰哥看，卢伟斌在这个时候掏出 Note 13 Pro Plus， 应该也有点要和这机子抢市场的意思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大家对 Note 13系列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